现在我们开始练习八卦健身操。让我们先做热身运动，双脚与肩同宽，准备侧拉伸，左手往上伸，1、2、3、4、5、6、7、8，换2、2、3、4，准备扩胸运动，向左1、2、3、4、5、6、7、8，2、2、3、4，准备高抬腿，先抬右腿，1、2、3、4、5、6、7，向后踢，2、2、3、4、5、6、7，弓步压腿，右腿往后跨，后腿尽量伸直，5、6、7、8，后腿往前半步，身体往后坐，前脚尖抬起，5、6、7、8，换1、2、3、4、5、6、7、8，身体往后坐，3、4、5，准备活动手腕脚腕，先左边，3、4、5、6、7、8，换边，2、2、3、4、5，准备气沉丹田3次，第1次，两腿微蹲，第2次，气沉丹田，第3次，5、6、7、8，好，我们准备做第1组动作，开路脚，右腿往后出右拳，1、2、3、4，出拳时从后背发力，后背带动手臂发力，5、6，准备换边，换左拳右拳踢，从后背发力，7、8，用力，2、2、3、4、5、6、7、8，我们准备做后翼射日，5、6、7、8，右腿往后跨，3，转左，5、6，回，8，做拉弓动作，3，转右，5、6，回，8，两臂用力，3，转腰，5、6、7、8、4、2、3，转，保持核心稳定，7、8、5、2、3，转左，5、6、7、8，最后3个，3，转右，5、6、7、8，用力拉弓，3，转腰，5、6、7、8、8、2、3，转5、6、7、8，好，我们准备做撞膝，先撞右膝，1、2、3、4，手脚同时发力，7、8，用丹田发力，3、4、5、6，准备换边，换1、2、3、4、5、6、7、8，多4个，3、4、5、6、7、8，准备做推山入海，5、6、7、8， 1、2、3、4，往右，
6、7、8，推山掌。3，右腿往前，好。6、7、8，推山入海。3、4，往左，哼。6、7、8，推山掌。3，左腿往前，好。6、7、8，用哼哈以声代气。3、4，往右，哼。6、7、8，打开全身脉络。3，右腿往前，好。6、7、8，出掌时上身保持正直，往左，哼。6、7、8，用丹田力推掌。3，左腿往前，好。6、7、8，准备做第2组动作。加油！开路脚，右腿往后出右拳。1、2、3、4，出拳时从后背发力，用力。2、2、3、4、5、6，准备换边，换左拳，右拳，踢，从后背发力。2、2、3、4、5、6、7、8，再坚持一会儿。准备做后羿射日。5、6、7、8，右腿往后跨。3，转左。5、6，回。8，做拉弓动作。3，转右。5、6，回。8，两臂用力。3，转腰。5、6、7、8，用力拉弓。3，转，保持核心稳定。7、8，将胸骨和气脉打开。3，转左。5、6、7、8，最后3个。3，转右。5、6、7、8，用力。3，转腰。5、6、7、8，8、2、3，转。5、6、7、8，你真棒！准备做撞膝。先撞右膝。1、2、3、4，手脚同时发力。7、8，用丹田发力。3、4、5、6，准备换边，换。1、2、3、4、5、6、7、8，多4个。3、4、5、6、7、8，加油加油！准备做推山入海。5、6、7、8，1、2、3、4，往右，哼。6、7、8，推山掌。3，右腿往前，好。6、7、8，推山入海。3、4，往左，哼。6、7、8，推山掌。3，左腿往前，好。6、7、8，用哼哈以声代气。3、4，往右，哼。6、7、8，打开全身脉络。3，右腿往前，好。6、7、8，出掌时上身保持正直，往左，哼。6、7、8，用丹田力推掌。3，左腿往前，好。6、7、8，大家做得非常好，跳得真好。准备做放松运动。深呼吸3次，吸气，呼气，再来一次，吸气，
呼气。第3次，呼气。准备两手向后画圈，右手1、2、3、4、5、6、7、8，向前2、3、4、5、6、7，手臂拉伸，右手拉伸肩膀5、6、7、8，换边2、3、4、5、6，右手搭在左肩上，往后看，放松腰背5、6、7、8，换边，尽量往后看5、6、7，弓步压腿，右腿往后跨，后腿尽量伸直5、6、7、8，换边2、3、4，准备甩甩手，甩甩脚1、2、3、4、5、6，深呼吸3次，吸气，呼气，再来一次，吸气，呼气，最后一次，吸气，呼气。今天的八卦健身操就到此圆满，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再见。恭喜你完成了今天的练习。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如果我们每天早上能够诵读金菩提圣经，就会让我们整个一天的时间充满着无限的能量，就会充满自信、创造力，让我们活力十足，魅力无限，我们的一切都会发生改变。请诵念出来吧。我最慈悲，我最自信，我最宽容，我最勇敢，我最讲信用，我最遵守时间，我无所不能，我最智慧，我最博学，我最爱读书，我最爱观察，我最爱倾听，我最爱思考，我想好了就去做。我是上天创造的精品，我最有魅力，我最有天赋，我的歌声最美，我喜欢挑战，我勇于承担，我要成就天赋的使命。天上地上唯我独尊，天上地上唯我独尊，天上地上唯我独尊。缓缓坐下来，请大家调整好自己的身心状态，把身心都处在安定、放松、清静的状态中，认真地
聆听。好，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光临啊！今天呢，我们是这个借佛光改命运的好日子，大家都是很热情、很热烈。那我其实打心里是希望说，每个人在听我讲这个，无论是禅修课程还是一些生活的一些经验知识，我都希望把它变成真正最实用的并不是说那种特别精神化的高不可攀的，说了有用没用也不知道那我希望听我的课程内容呢真正起作用我觉得佛法带给我的这个帮助就是方方面面的。是我从小先是多病慢慢就健康了。那从小呢，这个大脑的不好使，这个反正我那几门课加起来没有超过100分几门课加起来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听起来吧，就有点是个玩笑，但是当时对于我那个年龄，对于正在经历的我个人来说，其实压力很大很大。这个越是读书读不好，就越不自信，其实也就变得胆小又害羞，再加上身体不好，就是没一个好地方让自己觉得引以为自豪的。但是后来呢，我在这个学法的过程之中经过了几年修之后，我有了一种感悟，就有一种就是一通百通的感觉。就是在修了之后呢，就好像你突破了有几个那种叫认识和悟性的障碍之后，就慢慢的好像很多事情就开始懂了。而且这个懂的这个过程呢，有时候是叫爆破性的，就真有点像蒸馒头比如说蒸馒头30分钟才能熟，你20分钟、25分钟揭开锅就不熟，它非得到了30分钟才是真熟的。那么在这个修行中，每修一段时间，只要如法修，就能至少使我们增加智慧增加福分增加功德，还有呢增加健康。对，这好几项呢。说这几项听起来也就是那样子，好像祝福语一样，实际上不是仅仅的祝福语，是真得到了这些。那得到这些有什么好处呢？那你过日子的话就会这个比较富裕，比较轻松一些。那你要做人做事的话呢，就容易取得成就。这有无数的人曾经给我讲过，他说我当年掌握的钱财和做买卖的时候手头流过的钱呢，都是很大笔的。有的人很可怜，说我手头确实经历过这么多钱，可是没有存下钱，真的是有。为什么呢？功德不够，是吧？有的人也当个官，当个干部，是吧？官还没等提大，不提大了着急，总想提升，好不容易提升了半级之后，就被人给灭了。为什么？也不是你不够聪明，是功德不够。平时读书还挺好，可是一考试就拉肚子头昏，就考不好。为啥呢？功德不够。这就是我的总结，不是给大家讨论，这就是我的总结与经验，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个有功德的人，他不去那么努力，他该富有就会富有。对，所以很多富有的人不是用智慧赚来的钱，听起来气人吧？很多人说，你看我很聪明，
我像孙悟空一样，我72变，我上天入地谁都认识，是吧？上认识总统，下认识农民。如果你没那财运，没用，认识也白认识。那个财运是什么呢？功德所致。那我们在修行过程之中就会得到这些。大家还记得我曾经讲过那个小金人个小孩金的，光着小屁股，就是金色的，他不是一个真人的那个样子，大概就一个影子就跑。小时候师父带我去学着看这个，他就说你注意今天我们是晚上看今天那个月光有一点不是特别亮，月光的亮度也不同，在中等亮的时候，在这个时辰下，他看着日期去的。我们今天就到这个村子里，我们去找着小金人。看小金人什么意思？就是他往谁家跑，谁家就发了，就是大发呀！这哪有啊？真的吧？到了晚上9点半，师父说小心了眯着眼看，注意心放空了，不要去幻想。一般人说还要幻想吗？师父说不要幻想，你就眯着眼睛看。我们是站在一个街道，街道这两侧都住着人家，都是农民。这有一家的那个墙下面，它都有流水的那个洞，流水洞呢就有那种淡淡的光，你也不注意看不到，淡淡的光闪两下。师父说小心来了。这我早就在那块盯着呢，就从那里头咚就闪出个小金人。他不是说今天像个鎏金佛那么闪闪的样子，是朦胧的黄色的。往两头看看，这样子像个小动物似的看看，看着看着都往对面跑。我一看就惊讶着，我一下就站起来，哎呀，喊了一声，他就跑得快的就窜到隔壁人家去了。师父和我赶快追呀，赶快追，就是怀疑说有没有冲过他家跑到另外一家去，这看看上没有那个痕迹。师父就用天眼看，说那个小金人那个光芒感就在他家了，在哪个地方藏着他都知道，说没有出来就是到他家的邻居家的财富之神，这是财富之神跑到他家来了。从此之后他家就发了，现在他家还是大富大贵。他家那个孩子本来都是大笨蛋，读书不聪明，可是就是能做生意，就在乡下改革开放不久，他是又笨，连数学1加2等于几都不太会算的人，做生意都是高手。他家4个孩子，2男2女，做啥那就发啥，反正卖啥东西都能赚钱。那现在人家都很多个店了，都很富有。所以刚才讲了先是健康，健康是这个叫根本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有的福气、好运气，能够更富裕，那从政的人可能更有职权，就会人生更加辉煌。那如果你是老师呢，你上的课呀，这个同学们爱听，所以怎么办呢？好好修所以这个修行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主要是都是正面的好处，只要修，只要做还可以改变命运。所以如果你有一天懂了面相手相即是命运对，当它发生了变化呢，就是我们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说不光是健康发生变化就命运本身也发生变化。因为你会带来的首先是一个好运气，对，所以这种好气色不仅仅是健康还是有好运气。好运气还不够，
你还修出有那个富贵之相。富贵之相能撑住，一般只要出现一个富贵相，就能够有12年的好运。我们这手上这5个包5个月要是鼓起来的话，你想每一月鼓起来就代表着12年的好运气，你5月加起来就60年，是不是啊？你看看60年，有很多人都活不了60年，对不对？所以加上小时候不懂事，等等的这一辈子应该都是大富大贵的命，对不对？对，所以有好形、好相、好色、好气，就是这样，它是连贯的哈。所以光有好气色还不够，还有那个形要产生。刚才我讲的5月朝天的那个包要鼓起来，对，那个才是功德。对，所以一般的气色也江湖人称叫时运。什么叫时运呢？是这个几个月的运气，也有这个说的叫时运，或者这1年的运气。我们都希望我的一生都是平安吉祥大富大贵，所以这几个月是不够的所以要好好修都会发生改变。咱们前一段时间我们修的时候，很多网友就告诉我，哎呀，这个我的手上这个气色，还有这个5月这个鼓起来小肉包真的发生了变化。那么今天我也希望大家把自己的手从正面拍照、侧面拍照，你这个手的隆起部位都能照得到，甚至气色都能照得到，都是可以从几天之后对比，看有没有这个变化。当你的手相发生改变你的面相也在改变着。希望你给自己你的头摆正了，你的头摆得比较正来照，可以让家人帮着照。你的脸呢，像照那个护照照片一样，毕业证照片一样，因为正正的照。照了之后再拿尺子量，你再看你那个鼻子往哪边歪呢？还有的人眼睛或者眉毛一个高一个低，怎么摆都摆不平，对不对？这都是问题。但是跟我修之后就能纠正。怎么纠正啊？首先要正心。正心。那么心是什么？我非要把我的心给揪到中间来吗？进不去，揪不了。心脏长哪个位置都无所谓。我们说的这个正心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当中的定位给自己定位，我要做一个慈悲善良的人要做一个善良吉祥的人，要去这样想先决定，你只要听我的课，你就必须去这么想，因为你这么想了之后，你才能接下面的课程。当然还有人现在有点脸红心跳，就是其实我是个坏蛋，这个我是不是能听得下去，对我有什么好处吗？对坏蛋的帮助是最大的佛帮了很多这样的人，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听我课的人好人不太多，多数都是坏蛋。就是坏蛋被纠正之后才立竿见影，才出现效果吗？其实很简单，我就问你，你说你们在座的今天，你不管你多大年龄，你有没有偷过东西？就这一条。你别急着回答我，举手我没偷过，那细细数数你偷了还不下36次，是吧？早该进监狱了，只是没逮住，或者偷的东西没那么贵而已，是吧？小到偷人家1粒花生米，你没告诉人家就悄悄拿了，算不算偷啊？他偷的定义就是未经人家同意自己悄悄拿走了，无论吃了、用了、拿了、花了，这个都是偷，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是坏蛋所以就是坏蛋才能学才能知道什么是好。所以从现在呢，就是告诉自己，我要正心正念，我要做一个慈悲善良的人。
好，想做到这样的富贵，就先做一个慈悲的人。其实接下来怎么做你不知道，没关系，所以你就核实现在看着我，你心里想我要做一个慈悲的人。好，就这么想过了，就接着听，把手可以放下了。就算是对着上天发了誓了这个好处是呢，你开始知道选择了，我选择是好的，所以既是做一个慈悲善良的人，那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意念正过来，我是一个好人，最起码我想做个好人。那你的所有的行为，第一行为就是语言第二对人的方法态度，这就是行动这个时候要保持善良。所以提醒大家，既有善心，一定要善语，还要有善行。那光有善心，没有善行，没有善语，你就是假慈悲、假仁义。这要说到做到，不放空炮，那佛陀呢和诸神对你的护佑呢，也不会放空，会真实的将富贵吉祥就赐给你。所以你自己的心先是有这样一种对慈悲善良的一种接受感你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再接下来就是夫妻俩本来是恩爱的，尤其是我们华人要说甜言蜜语不好意思，要想去攻击对方都特别好意思，对不对？说你看你长得多丑，你看你长得多胖，你看你多么蠢，就是既有善心但无善语。那个反正语言就是一种伤害，这就是行为。那你用的方法呢，还是伤害所以我们的善心和善语善行总是不能给它衔接起来，要能给它接好了，这个才是完美，才会是有功德。对，所以我们很多所谓学佛的人说，你看你多善良啊，你整天在那发脾气，你整天去贬低我，对不对？你对我一点都不慈悲。再发现的是说，对，我的方法，我的语言没有进行选择，没 hold 住脾气，这些没 hold 得住就是修行不够，没有定力。所以你看你学容易，去做的不容易，对一个实习期、适应期所以有善心，一定要有善行，一定要有恰当的善语。恰当的善语不能像电影上的一直在那装慈悲，不行，就是更加恰当温和的，或者更加智慧的慈悲的语言并不是一再的赞美拍马屁不是这样，更恰当的。但是没有慈悲没有智慧的语言，多数冒出来都是伤害的，它只是这么个差别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你既然选择做一个慈悲的好人，所以先从对你家人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佛教徒解决烦恼的方法，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是究竟自己，而不是修理别人，因为都是究竟自己。对，虽然这个也不算最绝对的真理，但是我觉得容易解决好问题。好，所以我们的心态改善，所以呢，改善心态的时候有一个方法看待家人和朋友的时候，想想他的好处，忘掉他的坏处，忘掉他的毛病，你去赞美他的好处，不提他的坏处。对，国与国之间
尤其是邻居的国家哈，从古代到现在，整天是争议不断，是不是啊？战争之火没几年就烧一次，所以仇恨最多。但是有的时代，那个国王和总统很会做人，对吧？我不跟你谈你的坏处，我不跟你说你到我们的国家来烧杀抢掠，彼此侵犯的时候，谁过去不偷不抢不烧啊？对不对？那凡是动刀动枪就没什么好事儿，对吧？所以我和你建立友好关系的时候，我不要说感谢你哈，你到我们国家杀了那么多的人，还真的不提这事儿。就是哎呀，我们都是，你看看有多少过去合作过的项目，你看到现在还好啊。我们过去一起造的那座大桥，你看看现在还那么坚固啊，那么雄伟。然后我们曾经一起联合制作的那个汽车，哎呀，那个大家都赞美，对，都是要说好的事情，大家才变成更加有益，更加快乐。对，放大到国家是这样的，再回到小家更是如此。你的亲人之间本来就是一家亲，对，说话的时候这个方法来自于我内在的转化，想对方的好处。你说你自己就是一家人，你们不相爱不结婚，对不对？好，还有你自己生的孩子，那没有父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对不对？都是亲的吧？可是最后出现矛盾都是在说话上。所以调整我们的心态，看到对方的好处，看到对方的光彩点，少提对方的不好处，或者是对方的伤疤伤痛的地方，不要去碰。对，所以就从这里开始扭转啊。当有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以此类推出去对待所有的事情。有的人养狗总嫌那个狗又撒尿又拉屎，哎呀，烦死了。你要做这件事，自己思考好了，你要承受它的一切。狗毕竟不是人，但是狗能干的事儿是人干不了。所以心境能够容得下我要将面对的人和事。所以我们要念佛，接下来要念佛，你的心不正，你念的佛，还有你要念佛期望得到的好处都不正，不正就不能成正果。你心不正，我不相信你所有的行为都是正。心要真正的慈悲、纯净清净下来，即为正。用慈悲心看待世界是绝对的正。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在念佛，你会发现我们之前那个五官比例不协调的，发现都开始纠正了。你现在的心开始静下来之后，你的五官在慢慢的发生着改变，就从这一刻开始。要心正、眼正、鼻正、脸正。在内心看事情是公平的、和平的，你的眉才能平，眼才能平，耳才能平。凡是不平者，就意味着人生之路非常的不平坦。他这些都不正，哪来的好运气呢？对，好，我们既要做一个心正的人，也因此呢，我们先核实如果在家里有父母长辈在跟前，给他深深的鞠一躬，感恩父母养育之恩。如果有爷爷奶奶祖辈呢，哪怕过去磕个头，感恩他养育之恩。
既然听明白了，就开始去做，我们就开始变好了，好运气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这个心，我们的意念，先从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我在观察，我们在年龄最小的时候，父母亲如果有2天放弃我们，我们可能就死了，就活不到成年人。当我们做过父母才知道，你当生养了孩子，都希望把一切的美好都送给孩子，宁可自己不吃不穿不喝。对，所以我们既作为人，就是百善孝为先，先学会恭敬养育我们的大恩父母。所以我们今天的念佛的内容，就是将对父母的感恩用念佛的方式送给他，希望大慈大悲的佛能够护佑我们的父母亲，愿他们健康长寿，愿他们如日月的光辉，愿他们吉祥和如意。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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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
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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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释迦牟尼佛。南无
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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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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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
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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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南无本师释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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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牟尼佛，南无
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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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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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
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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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南无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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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牟尼佛，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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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
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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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尼佛，南无本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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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牟尼佛，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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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
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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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我相信大家诵念的是很真诚、很投入啊，的感恩父母的大慈大悲养育之恩。每一个人如果没有父母的爱啊，甚至说是养父母的爱，那活不到今天啊。所以要学会感恩父母，是做人立德之本。做人立德之本啊，不孝敬父母，就是还不懂得做人啊。做人要立下德行，才有福气啊。你的儿女才能孝顺，你的身体才能健康，才能长寿啊，才能富贵吉祥啊。所以孝敬父母是做人立德之本啊，这是最重要的一课。所以平时要注意哈，和父母说话要恭敬
尽量的去顺从不要顶撞。如果上班了赚钱了，要经常给父母亲买礼物看望和侍奉是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是讲因果轮回的，对，我们未来我们的子女也会更加成就懂事或更加孝顺我们所以呢，那你现在懂得了就去做打心里感恩父母无论他们在世还是已经往生了心中有这份感激、恭敬、感念那就是哪怕是在天之灵的父母都会保佑着我们，以及保佑着我们的子子孙孙这一点是特别的重要。今天我们也不要看面相手相，但是7天以后，我们的眼神、我们的脸气色、我们的手都会发生改变但是今天留的作业是对你的家人对你的长辈，或者长辈呢对晚辈，能不能说一个很俗套要么说我爱你，要么就去赞美他几句，就是不能多要赞美呢好比放香油，一多了就腻了对，适当的赞美几句，要么说我爱你给一个长辈如果没住在一起的话呢，你最好去打个电话去问候一下，去关心一下，这是留的作业好，希望每一个网友、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吉祥如意、健康长寿幸福甜美，并且呢都能够大富大贵。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现在我们开始收工了。搓搓手，把手搓热、搓烫，搓搓脸，双手从下巴到额头，再到脸颊，似哀非哀。再把手搓热、搓烫，干梳头，将食指岔开，指肚适当的用力，手指从前发际梳理到后发际，搓搓手，由上而下拍打全身。先拍打头部，两手手腕放松，在松静的状态下，适当用力拍打。拍打左肩，再拍打右肩。接着拍打前胸，再拍打左边腋下肋下，换右侧，
拍打右边腋下肋下。接着拍打腹部，双手放松拍打，慢慢起身。向下拍打大腿前侧、膝盖、小腿、脚踝、脚背。轻轻拍打后腰，往下拍打臀部，按顺序再向下拍打大腿后侧、膝盖后侧、小腿后侧、脚踝、脚跟。继续拍打两腿的内侧和外侧，先拍打左腿，两手腕放松，稍微用力由上而下拍打，再拍打右腿。继续拍打两手臂，先拍打左手臂，再拍打右手臂，全身拍打完之后，搓搓手，再轻轻地按摩全身，双手似挨非挨，观想，将我们刚刚拍打出来的灰尘轻轻扫掉，扫除烦恼，我们变得健康快乐。同时意念收收收。今天的课程吉祥圆满了，我们明天再见。